我问你哦，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你问 AI 聊天机器人一个问题，然后他给你的答案听起来头头是道，超有自信的，但你心里就是有个小声音在问：哎，这是真的吗？今天我们要来好好聊聊的，就是这个问题的核心 ——Google 的人工智慧 Gemini。我们手边的资料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从 Google 官方自己出的评测报告、科技媒体的深度分析，到学术期刊里那种很硬核的医疗应用研究，甚至还有 Reddit 上面使用者第一手的，有抱怨也有赞叹啦。这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为你拼凑出一幅关于 Gemini 最真实的样貌，它到底有哪些令人惊艳的超能力，又有哪些出乎意料的弱点，还有它进化的这么快，对我们这些使用者来说，到底带来了哪些非得思考一下不可的关键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核心矛盾开始，就是听起来很聪明，但到底可不可信？这就直接碰到准确度的问题了。Google 自己发布了一份叫做 Fox 的评测报告，那个结果坦白说有点尴尬。即使是他们最顶尖的模型 Gemini 3 Pro， 在事实查核的整体准确率上也只有 69%。等一下，69%？你说的是 Google 最强的 AI 吗？这不就代表说我问他10个问题，可能有3个的答案是错的？可是他回答的时候那个语气听起来可不像是只有70%把握诶。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他会用一种我100%确定的语气来告诉你那31%的错误资讯。报告里面有提到，拿来对比的 OpenAI 的 ChatGPT 5大概是 62%， 然后 Anthropic 的 Claude 4.5 Opus 更低，只有 51%。所以 Gemini 确实是领先没错，但这个领先是建立在一个大家其实都还不太及格的基础上。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幻觉 hallucinations。它可能是因为训练资料里有偏见，或是模型为了填补知识空白，自己脑补了一些看起来很合理，但其实完全没根据的内容。19% 的准确率背后，肯定还是藏了一些让我们会觉得，哇，这简直是未来科技的杀手级应用吧。从你手边的资料来看，最让你惊艳的功能是哪个？我觉得最能体现那种未来感的是它理解你当下正在做什么的能力。这主要体现在一个叫做萤幕上下文 （Screen Context） 的功能上。简单来说 ，Gemini 能看懂你手机萤幕上的内容。看懂萤幕，所以这意思是说，如果我正在看一段很复杂的 IKEA 组装教学影片，我可以先按暂停，然后直接用语音问 Gemini 说：“哎，影片里那个人用的螺丝是 A 款还是 B 款？”他可以看着那个影片画面来回答我吗？完全可以，这就是它的应用场景。你根本不用截图，也不用复制贴上，它能自动分析荧幕上的即时内容来回答你。甚至它还有一个更进阶的功能，叫 Share Screen with Live。你可以即时分享你的荧幕画面，甚至同时打开前置镜头，让 AI 看到你的画面跟你的表情，然后给你更及时的回馈。这背后的逻辑就是要彻底降低人机互动的门槛，让沟通变得跟真人一样直觉。哇，这些影像和荧幕功能真的太强了，这几乎是读心术等级了吧？不过，它能看懂荧幕，那它能处理影像吗？我听说 Gemini 3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没错，关键就在于它的架构是原生多模态。这句话听起来很技术，但意思就是说，它天生就能同时理解文字、图片、声音跟影片，而不是像以前的 AI 要先把影像转成文字描述才能理解。这就带来了好几个革命性的功能，其中一个就是角色一致性。这个我只知道，这超多创作者的痛点。以前用 AI 画图，你想画同一个角色，只是换个场景或指示，结果画出来的人可能发色、脸型全都变了，根本不像同一个人。完全正确，但现在 Gemini 能在多张图片里面维持角色外观的一致性，
这听起来不只是对个人创作者有用哦，你想想看，对企业来说，这代表可以用 AI 快速生成一系列风格一致的品牌广告或行销素材。过去这可能要一整个设计团队花好几天来回修改，现在可能只需要几分钟的指令。另一个我看到觉得超酷的功能是那个图像标记功能。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直觉。我之前在测试的时候啊，就试着把我一张生活照里背景一个很丑的抱枕修掉。以前你可能要用很长的文字去描述说，请把沙发左边那个蓝色方形的抱枕移除。AI 还不一定听得懂。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手指在照片上把那个抱枕圈起来，然后输入移除这个。结果它不止完美的移除了抱枕，还无缝生成了抱枕本来挡住的沙发纹路，那个效果好到有点吓人。这等于是把 Photoshop 里面最高阶的功能，用最傻瓜的方式交到每个人手上。我还看到一个专为 Pixel 手机用户设计的功能，叫 Pixel Screenshots App， 这个听起来更贴近日常生活。对，当你截图之后 ，AI 会自动帮你的荧幕截图加上标题和摘要，这就解决了我们手机里常常堆满上百张截图，却想不起来当初到底为什么要截这张图的困扰。更厉害的是，你可以事后用对话的方式问他，我上个礼拜截图的那个包裹追踪码是多少，他就能直接在你那堆截图里找到，然后回答你。哇，这听起来真的是懒人救星。没错，但如果我们把这件事看得更深一点，这不只是方便而已，这其实是 Google 正在重新定义搜寻这个概念。过去30年，我们用 Google 搜寻整个公共网路，现在 Google 正在让 AI 搜寻你的个人数位生活，你的截图、你的照片、你的对话，全都变成了一个可以让 AI 检索的个人资料库。这背后其实是专业级创作工具的普及化，还有个人资讯的再组织化，这两股力量正在改变我们跟科技的关系。这些影像和荧幕功能真的强大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这也让我背后有点凉凉的。它能看到我荧幕上的一切，能搜寻我所有的个人截图，这不就直接撞上了我们最担心的那个问题吗？隐私。你完全点出了问题的核心。便利的代价，首先就是隐私的让渡。Reddit 上就有企业用户发出警告，在企业版的 Gemini in Google Workspace 里面 ，IT 管理员可以看到所有员工跟 Gemini 的对话记录，而且这些记录是无法删除的。哈，无法删除，这太可怕了吧？如果员工不小心用公司的账号查了什么敏感的个人医疗问题，或是生成了什么不该出现的内容，这些数位足迹会永远留在公司的伺服器上，这对企业来说，根本是法律和人资部门的噩梦啊！的确是这样，这也引发了另一个更根本的疑问：Google 到底会不会用我们的资料来训练模型？虽然 Google 的官方说法是不会使用企业账号的资料来训练模型，但某些服务条款就写得相当模糊。而且在你的个人账户里有一个预设式开启的保留活动设定，除非你手动关掉，不然你上传的内容、你的对话都会被用来改善 Google 服务。这其中就可能包括了模型训练。是选择权还是在用户手上，只是你必须要自己知道要去哪里把它关掉。但还有一个更新也引发了很大的疑虑，就是 Gemini 开始能存取你的第三方 App， 像是 WhatsApp， 还有手机讯息。对，就算你关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 Gemini Apps 活动记录，这个存取权限还是在哦。Google 后来有澄清了，他们是说，虽然这些对话不会用来训练模型，但为了提供跨 App 的整合服务，这些对话内容还是会在伺服器上保留72小时。虽然 Google 解释这是技术上的需要，但我的私人讯息会在别人的伺服器上保留3天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让很多注重隐私的人觉得不安了。
这就提出了一个关于资料控制权的重要问题。没错，尤其在欧洲，像 GDPR 这种法规，它很严格的保障了用户的资料权利。比方说被遗忘权，那个企业环境中无法删除对话记录的设计，很明显就跟这个有所冲突。这就反映了这种强大功能跟我们基本数据权利之间一直存在的一种紧张关系。除了隐私，还有荷包的问题。便利的代价有时候就是真金白银。我看 Reddit 上骂声一片的，就是一个本来免费的功能，现在要收钱了。你说的是那个持续对话 continued conversation 的功能。以前用 Google 助理，你可以跟智慧音箱连续对话，不用每一次都重复说 Hey Google。这是一个非常核心而也很受欢迎的免费功能。但是在升级到 Gemini for Home 之后，这个功能被包括进了每个月$10的付费订阅方案 Gemini Home Premium 里。更让人生气的是，一旦你选择从旧的 Google 助理升级到 Gemini， 你就没办法降级回去了。对，这就是用户觉得被绑架的地方。你没有反悔的机会，要么你就接受新的付费模式，要么就失去你已经习惯的功能。这是一种很强硬的商业策略，也让我们去思考，这会不会是未来 AI 服务的一个趋势？先把免费好用的功能推向市场，等用户产生依赖之后，再一步一步把核心体验转成订阅制。这就是很典型的温水煮青蛙。说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 Gemini 在日常生活展现的强大能力，还有它在隐私和商业模式上引发的争议。但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很强大，但我们又知道它还不够准确的工具，放到一个绝对不能出错的领域，比方说医疗，会发生什么事？这听起来既让人兴奋，又有点让人害怕。这正是学术界正在探索的。我们手边有2份相关的学术研究。第一份是神经放射学的研究，他们让 Gemini 模拟医生诊断的过程，去分析医学期刊上发布的那些困难病例。研究发现，随着提供的资讯越来越多，比如说从初步的症状描述到详细的影像报告跟病史， Gemini 的诊断准确度的确会提升。这很合理，但最终的整体表现呢？它能达到专业医生的水准吗？结论是，整体表现只能算中等，而且仍然有很明显的局限。它或许能提供一些可能的方向，但距离要替代专业医生的判断，还有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第2份研究更有趣，也更具体，是关于乳房病变的分类。研究人员给 Gemini 看乳房的 MRI 影像，让他去判断影像里的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哇，这可是攸关生死的判断，结果怎么样？结果非常值得我们深思。Gemini 在标记出可能有问题的病灶这方面表现得不错。用专业术语来说，它有很高的召回率 recall， 意思就是说它很少漏掉真正有问题的地方。等等，高召回率听起来是件好事啊，这不就是宁可错杀100不可放过1个吗？这代表它至少不会漏掉潜在的癌症病灶。对于辅助医生做初步筛检来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第2意见工具吗？为什么研究结论会对它评价不高？你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这就是理论跟临床现实的差距。虽然它很少漏掉，但在区分良性与恶性这一步，它的表现却非常非常差，有着极高的误报率。简单来说，它几乎把所有看起来可疑的影像，全都判断成了恶性肿瘤。我懂了。如果一个医生用了这个工具，他会收到海量的癌症警报，但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完全正确，这在临床上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大量的过度诊断、不必要的侵入性切片检查、巨额的医疗资源浪费，还有对患者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和恐慌。所以这2份研究的结论非常一致。Gemini 作为一个辅助工具，展现了某些潜力，但它暴露出的核心问题是，没有经过特定领域的专业数据严格训练的通用模型，很容易产生系统性的偏误。就像在这个研究里，他为了达到不杀伤的目标，选择了错杀全部的策略。所以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它很强，但你真的不能尽信。那么这一切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总结一下好了。
Gemini 正在成为一个无比强大而且深度整合到你生活中的 AI 伙伴。它能看懂你的荧幕，用一句话修好你的照片，帮你从上百张截图里找到关键资讯。但这份强大是建立在准确度、隐私以及有时候是你的荷包这3方面的显著妥协之上。从今天我们检视的所有资料中，不管是 Google 自己的报告、用户的抱怨，还是学术研究，都可以提炼出一个最重要的指导原则，请将 Gemini 视为一个能力极强、反应极快，但仍然会犯错的实习生或是助手，而不是一个万无一失的先知。没错，无论是在攸关性命的医疗诊断、需要创意的专业工作，还是日常的琐事查询上，你自己的判断和批判性思考依然是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而且这一点在未来只会越来越重要，因为 AI 的能力还在飞速进化。的确，今年的资料显示 ，Gemini 能够分析你的荧幕截图、阅读你的邮件，甚至看到你的即时镜头。随着它越来越深入我们的数位生活，那个你用来下达指令的助手 assistant 和那个获得授权、主动为你行动的代理人 agent， 他们之间的界限将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最后，我们想要聊给你一个问题思考一下：当一个 AI 了解你的一切，你正在看的、你刚刚写的、你即将要做的，到什么程度时，它会让你感觉不再是一个你所使用的工具，而是一个在利用你来做决策的存在？对你来说，那条界限在哪里？